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。最后一关开始，跟前面3关是一样的。3步骤是金色区域点按，第2步骤是长按，然后金色区域松手。好，步骤2，长按启动，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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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3步骤跟步骤1是一样的。OK， 大家记得这个1天要分开管2天的那个每日，我第2关里面说过的，这边直接摆盘就好了。下面是整个活动的剧情。招聘启事：望舒客栈现高薪急聘临时厨师1位，待遇从优，酬劳面议。哎，你看，高薪急聘，有赚钱的机会。啊，你说的对啊，不会是严笑出什么事了吧？那家伙连别人随便进厨房都要训一顿，不像是会招人来帮工的呀。啊，告示后面好像还有意者请移步楼上与掌柜淮安详谈。要不我们也上去看看，顺便也能关心一下严笑嘛。掌柜的，真没必要，不过是烫着手而已，也不耽误我做菜呀。就算现在不耽误做菜，也耽误你痊愈啊。这几天你先歇着，我们来想办法。嘿，掌柜的，还有严笑。啊，是旅行者和派蒙啊！还有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？然后就想上来问问严笑怎么了。哎。我就说不该贴那张告示，居然连你们也开始担心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2位能有这份心，我先替严笑谢过了。哎，你也别不好意思了，就跟他们说说呗。哎，行吧。其实就是前阵子过海灯节，来的客人太多，起锅的时候有点心急，不小心烫着了手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嘛？再好的厨子也总有失手的时候，况且这点小伤根本不碍事。你可别逞强了，到时候伤势要是更重，就不是休养1天2天的事了。可这海灯节过去没多久，店里的客人那么多，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吧？客人里头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宾，这要是随便找个厨子应付，万一砸了我们客栈的招牌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瞧你这话说的，都不知道谁是掌柜了。不过他说的也在理，严笑怎么说也是当初厨王争霸赛的种子选手，随便找个厨师还真不好代班。也不是我自夸，这种水平的厨师应该都有自己的生意要照顾吧，能抽出空来客栈帮忙的怕是不好找。唉，看来还得再提高一点报酬。厨艺很好又有时间的人，不就是你吗？对呀，仔细一想，之前是有听说过，当时只记着你身手了得，都忘了你还有这手厨艺了。不记得厨艺，只记得身手，这是客栈掌柜该记的吗？不用在意细节。总之，你要是愿意来的话，严笑应该也能放心把厨房交给你吧？你说是吧？这，如果是你的话，确实，总比交给其他人要好。那我们要接下这份工作吗？不过我还是要提一句，在客栈里掌勺跟自己做饭可不一样。
这几天我也会留在厨房里帮你熟悉工作的。哎呀，结果还是放心不下嘛。掌柜的，记得店里应该还有一些闲置的厨具，你看。哦，好说好说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完工了！哎，快来看看，这可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哎呀，一点点小手艺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那言笑，这里就先交给你们了。居然这么大动干戈，就不能直接用现成的灶台吗？你是有多不想让别人碰你的厨具啊？哎，哪有的事，老板说过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只是觉得原先的灶台对你来说，有点高了。之前不也说了吗？在客栈掌勺跟给自己做菜不同，既要讲究色香味，也要讲究快准稳。用不合适的灶台做一天菜，累得手酸背疼不说，出菜的效率一慢，外头的客人也要不耐烦。所以做菜的家伙事儿一定要准备妥当，这就是快。那准跟稳又是什么呀？嘿，所谓准就是放亮眼睛，一块肉从哪里下刀，一勺油舀起多少，一锅菜要到什么时候起锅。给自己做菜的时候，可以水多了加盐，盐多了加水，看情况调味。但客栈里可没那么多机会试错。万一真做糟了，就交给我来解决掉吧。嘿嘿。最后的稳是说，不管多刁钻的要求，都要用最稳妥的手法实现。尤其是招待天南地北、口味迥异的客人，既要照顾他们原本的饮食习惯，又要考虑到他们想尝试本地特色的心情。这个倒是没那么好懂。不打紧，旅行者走南闯北见得多了，实际应付起来估计只会比我更得心应手。何况这几天我也会留在后厨支援你们，一定能让每个客人都觉着宾至如归。事不宜迟，直接来试试吧。啊，基本的烹饪应该不用我多嘴，要注意的无非就是每桌不同的需求，不要记混了。嘿嘿，还有我帮着记呢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到几号桌了？1号桌的客人要葱不要辣，2号桌的要辣不要葱，3号桌要辣不要辣。我刚刚是在梦游吗？中间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我的脑子都快变成浆糊了。你们客栈平时有这么多人吗？最近还在旺季吗？你们这是头一次在店里掌勺吧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不过还好，这次来的都是熟面孔，也没有提什么偏门的需求，不然怕是会更麻烦。这些需求还不算偏吗？杏仁豆腐上面居然要淋1勺酱油，连我都没这么吃过。天下那么大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能包容一切才是璃粤菜的精髓嘛。况且这些客人的要求都很明确，只要顺着思路去做，就不会跑偏。真正麻烦的还是那些让你看着办的客人。请问，已经打烊了吗？这个声音是……我去看看。怎么办？好像真的没人。要是我能早点过来。没事的，现在开始准备野炊，应该也还来得及。是啊，而且要怪也只能怪哥哥，一采风就忘了时间。林妮特、菲米尼，还真是你们！派
派蒙？难道旅行者也？旅行者，派蒙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你们。我刚想说这句话呢，我跟旅行者是在这里帮忙啦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倒是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你们的父亲不会又给你们派了什么任务吧？恰恰相反，我们是来璃月度假的。顺便到处采风。父亲说，前阵子我们忙了那么久，也是时候休息一下了，不然不利于下次任务。机会难得，加上前阵子又是海灯节，哥哥就带着我们来璃月玩了。我们在璃月港里看到了不少有趣的魔术。哦，在璃月应该叫他们戏法。还有人把戏法跟璃月戏、武兽戏结合在一起，真的很精彩。所以我们就想在这儿多留几天，看看能不能多收集一些灵感。之前还去清侧庄拜访了若心婆婆，今天也在附近采风，结果忘了时间，到现在都没吃上饭。说起吃饭，你也知道，枫丹和璃月都有不少水产，但处理他们的手法各有各的特色。这回难得过来一趟，不多尝试一下可不行。这也是我们逗留那么久的理由之一吧。哦，那你们都吃了什么？要不要听听我的推荐呀？听名字完全不觉得辣的那个鱼。你说的难道是水煮黑贝螺？头一次听名字是会有这种误解啦。当时林尼特看着是鱼，闻着也香，毫无准备的吃了一口，结果被呛得一整天都说不出话。还好他本来也不喜欢说话。哥哥，菲米尼，你们肚子不饿吗？是有点饿了。说的也是啊，那旅行者就拜托你下厨了。光看菜单上的名字也看不出什么，既然凑巧有你在，不如就由你来推荐吧。你也清楚我们的口味，不是吗？还有，请不要放辣，拜托了。其实，我觉得水煮黑贝鲈还挺好吃的。只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就不会被呛着了吧？下次要不要再试试？不必了。原来如此，从枫丹来的客人嘛，难怪吃不惯重辣。但做的太清淡，又跟他们平时吃的区别不大。我想想啊，有一道用蟹粉跟虾仁炒制的菜，虽然看起来浓油重酱，但实际上口味不重，吃着满口都是鲜味儿。哦，听起来很合适嘛。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？嘿，你算是问到点儿上了。菜谱上说这蟹黄胜金，虾仁如玉，所以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做金玉满堂。来，这是菜谱，等你做好准备就上手试试吧。
请用金玉满堂。说起来，旅行者跟派蒙也忙了一天吧，不如一起吃吧。被你这么一说，肚子还真有点饿。嘿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对啊，毕竟这次你们才是客人。你们怎么都不吃呀？酱汁看起来有点重。按离月的餐桌礼仪，我是不是该先让一让？那么，就让我先来尝尝旅行者的手艺吧。怎么样？要喝点水吗？不用，很鲜，非常纯粹的味道。明明裹了一层酱汁，却只有海洋本身的鲜味。你们也尝尝。好的。这味道，难道是蟹黄？答对了，不愧是林尼特。难怪能跟虾仁的味道融合得这么好，居然还有这种做法。嘿嘿，这道菜讲究虾上加蟹，鲜上加鲜，虾仁之嫩滑，佐以蟹粉之沙糯，鲜香美味，口感绝佳。更有蟹黄灿烂胜晶，虾仁晶莹如玉，这才有了金玉满堂的美名。这名字原来还有这种说法，确实是挺贴切的。奇怪，派蒙什么时候这么有学问了？这道菜应该挺对你胃口吧，林尼特？金玉满堂只剩一半了，什么时候被吃的？我听说在离月，食客对厨师最好的致意就是多吃一点，非常美味，谢谢。你们怎么都开始抢了？给我留点！筷子终于能正常用上了。林妮和林尼特的手都很巧，几乎一来离月就适应了，不像我，最近才开始熟练。说起来，离月还有用碗筷表演的戏法。想做好魔术助理，这些练习也不能落下。林尼特很少这么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喜好，这次居然会先下手为强，难道他也因你改变了吗？说不定只是因为你做的菜实在太好吃了呢。下次如果在枫丹遇上，能请你给其他弟弟妹妹露一手吗？大烹饪师。那我可得早点开始预约了。能量补充过多，进入消化模式。虽然平时为了保持身形，我跟哥哥都不会吃太多，出于礼仪考虑，在餐桌上也会节制些。不过，偶尔在家人面前任性一点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如果真的等哥哥跟菲米尼互相谦让完，估计菜已经凉了。你的朋友还算满意吧？嘿，干得不错呀，上手才1天就有这水平，下次也要看你的了。
走啊，掌柜的跟我说了，上回来的新老顾客对你的评价都非常好。我之前还担心你适应不了呢，现在看起来，以你的本事，日常工作是足够应付了。除非来位口味又挑剔、要求又严苛的客人，否则还真难不倒你。哇，还会有这种客人吗？那可不，尤其是那些菜没做几道，书读了一堆的老学究。没事就来挑你哪里做的不合古法，哪里做的跟几百年前的老味道有区别。啊，这里就是望舒客栈，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吧。店家，有什么招牌名菜就快点招待上来吧，要最贵的。法露莎，前辈好。呀，旅行者派蒙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还想问呢，你怎么突然就有经费来旅游了，还直接点了最贵的菜？呵呵，这可不是旅游啊。像我这样的学者，首要成为随船顾问满世界出差，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。法露山前辈，请慢一点。明明昨晚大家都在熬夜，怎么就前辈还这么精神？他真有100来岁了吗？从我说要请客开始，他就一直这样了，真是失策。来一拉，还有多利，真是少见的组合。原来是这样，你还真是个大忙人呐。不过，既然连这里的主厨都认可你的话，也不用担心吃不上正宗的招牌菜了吧？所以你们又是为什么来璃月的呀？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随船顾问。哈哈，我前阵子从枫丹弄了一条新船，上面装了最先进的导航机关，如果能推广出去，那可是大大的商机。最近几天正在试行呢，从奥摩斯港到离岛，从离岛到璃月港，后面还打算去金夫港。我跟前辈就是受雇来帮忙调试罗盘、调整机关的。昨晚为了压力测试，还在云来海上漂了一整夜。会有加班补贴的，2位也都是自愿的，签合同的时候特意提过的。你还真是滴水不漏，所以请客也算是补贴之一嘛。难怪一上来就点贵的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种机会可不多见。那就先来一份。法露山前辈，我当然也很想用最贵的菜慰劳你们啦，但贵不一定就是好嘛。我听说璃月菜里最贵的几样，不是要用很多海鲜，就是要费很长的功夫。可是我们都在海上晃了这么多天，再吃什么鱼啊虾呀，也尝不出好味道来吧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样。而且莱伊拉小姐看着都快饿晕了。我不是因为饿，想必年高德少的法露山前辈一定不忍心让后辈继续饿着肚子等吧。要照顾后辈的话，我是没意见。不过怎么总觉得上套了？所以需要花大把时间来熬的菜也别上了。除此以外，有什么贵就上什么吧，交给你喽，旅行者。不要海鲜，不要费时，别的都交给你了。
天跳墙、烟肚鲜、金丝虾球、黄金蟹，都只能下次再试了吗？下次还得等多少年呢？法鲁神前辈一下子变得好消沉，能麻烦你尽量选贵点的菜吗？既要贵，又不能见海鲜，还不能花时间，这大半的老菜就都被排除了吧？嗨，究竟是谁提的要求，居然这么刁钻？多利这家伙，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们客栈跟琉璃亭、新月轩也不一样，不会常备什么名贵的食材，一般都是有客人预定才会去准备。要用寻常食材，在短时间内做一道货真价实的高价菜，那贵的就只能是厨师的功夫跟菜肴的创意了。我知道一道叫做繁咸鸡管的菜，用现成的食材就能做，出菜也不费时，一盘售价3万摩拉。3万？不是说用料普通也不费时间吗？为什么会那么贵？这道菜的功夫不在于时间，而在于厨师对刀工跟火候的把控。要用多种不同的肉类切作细丝，揉制成条，最后再下锅煎炒，主打口味多变，层层递进。如何令几种不同的肉凝而不散，一起达到各自合适的熟度，味道又不相互冲突，才是这道菜真正可贵的地方。做好了就是1等1的名菜，做糟了可就成一盘肉末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这道菜贵的不是菜，而是你的出场费呀。没事，揉条之类的琐碎工序我可以帮你搞定，你专心对付最紧要的环节就好。放心大胆的去试吧，就算做糟了，你做的肉末我也喜欢吃。各位慢用。闻着很香啊！对了，派蒙跟旅行者也没吃早餐吧？干脆一块坐下。多利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居然会有免费的早餐。大生意都是在宴席上谈成的嘛。来，坐，大家都不用客气。这道菜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我又事先做过调查，应该不会花很多摩拉吧？不怕1万，就怕3万。这道菜能抵得过1晚上的熬夜吗？能不能吃回本可就看你了，旅行者。好累，好困，好想睡。快点吃完回去睡。
这是鸡腿肉？不对，又好像是熏猪的口感。每嚼一口都是不同的滋味，仔细尝起来，还有点烟熏的风味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火腿？可是这盘菜里哪里有？嘿嘿，已经有人发现了。没错，每根肉条都是用不同的肉丝揉成的，费了我跟妍笑好大的劲呢。可是，虽然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同的肉类熟透的时间应该也不一样吧。可这道菜搭配的却很和谐。这就是它的商业机密啦。没想到这还是你的独门菜式呢，算是没白来一趟。哦，对了，这道菜有名字吗？我都忘了介绍了。这道菜的名字叫繁咸鸡管，既是在描述丝条交错的外观，也是在描述复杂多变的口感。是从梨乐的俗语里起的吧？原意应该是多种乐器同时演奏，热闹纷呈。放到这里也算贴切。原来你知道呀。每个年轻人在毕业前都该学会至少20种语言吧？难道现在没这要求了？以前有过的吗？差点忘了你也是支论派的。那个，这道菜的价格是？嘿嘿，不多，常会摩拉3万。3万！话说回来，海盟旅行者，我之前是让你们一块坐下，没说要连你们一起请客吧？所以，这是不是得算拼桌？果然没有免费的早餐呀！就是，商人要重信誉。一枚摩拉也是钱啊。成吧，就当做交学费了。等回了须弥，我一定要请人把这菜复现出来，再狠狠地赚一笔。吃完饭感觉精神多了，好吃的东西确实可以提神呢。导师说，年轻人不该一直埋在论文和书本里，让我抓住机会出来，看看各地的星空。就当做提前实习了。不过，还真是累人啊。该怎么把便宜的食材做成高价的菜呢？先从起一个好名字开始吗？果然被你发现了。昨晚答应下来的时候，看大家又熬夜又晕船，我就想着第二天也吃不了多少。结果嘛，你也看见了，后来又加了那么多限制，没想到照样难不倒你。不是先做好市场调查，就是会变成这样了。明明他们俩的咨询费都不高，说到底还是你贪小便宜嘛，下次可别这样了。所以我才有那么多经验教训嘛。让我猜猜看，虽然没吃上仙跳墙跟烟堵仙，不过繁弦急管也很不赖嘛。
多谢你了。哦，这个嘛，虽然新式机关确实不在我的专业范畴之内，不过多莉提出的报酬也很诱人，每到一个新港口，都能上街淘点古籍带回去研究。不枉我用最低的报价吓跑了所有妙论派的竞争者。今早算是开了个好头啊，接下来也拜托你们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我这手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开始应该就能重新掌勺了。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，但愿这最后一天也能安安稳稳的度过。你这话一说，我就感觉又有事要发生。啊，普普通通的大晚上了呢，结果真没出什么岔子。肯定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熟练了吧。记得第一天上工的时候，连加盐加辣都要记上半天，现在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只是小菜一碟啦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不会再来人了吧？哦，不对，第一天林妮他们来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个点。旅行者派蒙，好久不见！啊，安博，还有优拉和米卡，你们是来吃饭的吗？怎么这么晚？哦，我们刚完成了护卫商队的任务，还在返回石门的路上。虽然原计划是想直接吃些便携口粮就继续赶路，不过优拉队长说很久没吃璃月菜了，不如顺道来这间客栈，看看还能不能点餐。啊，居然是优拉的提议嘛！这一路过来吃的都是便携口粮，偶尔也得换下口味吧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来点什么呢？等等，为什么是你在招待啊？旅行者现在可是这家客栈的大厨哦，你们来的也刚巧，正好能赶上他在这掌勺的最后一顿饭。啊，是吗？幸好优拉路上提了一句，不然就要错过这一餐了。那要点什么菜呢？我对璃月菜的印象也有些淡了。哎，米卡、优拉，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？能尝到荣誉骑士前辈的手艺，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了。随便吃什么都行。我也随便吃点就好，吃完还得继续赶路。不是你提议要来的吗？怎么连你也随便了？那就看你了，安博，随便来点什么条件。那我也随便吧。喂！抱歉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想吃的。与其胡乱点一道菜，还是交给你比较放心吧。哦，虽然说了随便，不过酒就不用上了，他们俩都喝不了。真可惜。我这里还有一些气泡水。随便，这对厨师来说大概是最头疼的要求了，完全不知道客人的好恶，只能靠自己推测。不过这么多天看下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答案，就随便给他们露一手吧。
好香，咸味跟鲜味都恰到好处，每一厘米都有味道。刚出锅时恰到好处的热气，也很让人怀念呢。呵呵，能让骑士团最好的军粮都相形见绌。报上名吧，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总不能真叫随便做点吧？连名字都没有，用料跟做法也很普通，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介绍呀。用料和做法都很普通吗？我还以为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食材，或者特别的手法。不是最美味，而是最合适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因为饿了，所以觉得特别好吃吗？好像也不全是。也是因为一直在吃冷掉的口粮，所以难免会怀念大火烹饪出的香味吧。哦，这是叫锅气吗？我好像听说过。是啊，闻着香气就像回到猎鹿人餐馆一样。啊，像回猎鹿人餐馆的话，我就没有来吃璃月菜的意义了吗？不是说味道啦，是说这种安心的感觉，就像回到老家一样。安心老家啊？难道这就是言笑说的宾至如归？所以这道菜的秘密调料就是心意吗？虽然听着像是什么老掉牙的论调，不过吃完这顿饭确实像这么回事。不错，这个配方我记下了。记了配方也得记下名字吧？哎，现在这道菜有名字了吗？那要不然就叫宾至如归吧。我们随身携带的口粮是从我拿手的月亮派改造来的，能胜过它，不得不说干得不错。不过下次来蒙德，记得尝尝我做的原版。让我猜猜看，抱歉，没注意到你来了。刚才那顿饭有点像是我爷爷给我做过的，我都以为自己快要忘记这种味道了。爷爷以前经常做璃月菜，每次跟他一起训练到晚上，我都会守在餐桌旁边，一边闻着香气，一边盼着爷爷从厨房出来。有时候优拉也会来，虽然嘴上一直抱怨不停，但吃的却很开心。嘘，最好别去问他哦，不然他肯定又要约你啦。跟随大团长远征的时候，我也经常负责生火做饭。虽然很多时候限于条件，没办法做得精细，不过大家吃的也都很高兴。现在想起来，也是因为心意吗？哟，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们了。真是个实在人。哎，拿着吧，在之前的基础上还多添了一些报酬，毕竟多劳多得嘛。好耶，感觉几天的疲惫一下子就消失了。才几天就能进步到这水准，要是接着干下去啊，我怕是要把这厨房让给你了。嘿，好说，下次过来记得带上朋友一起，
让他们也尝尝我的手艺。在那之前，你可别再烫着手啦。走，今天也有劳你喽。你越来越适应在店里掌勺了吗？这下不管来再怎么麻烦的客人都不成问题。打住！我总感觉每次你一说这话，就会出现麻烦的事情。嘿，哪有这回事儿？我又不是……啊！哎呀，没想到能在里约见到兄弟你呀！哎，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他乡遇故知，老大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说是吧，李仁兄？放牛的，怎么又是你？飞行、破空白铁小警官，还有挚友，怎么今天这么走运，能遇上这么多老朋友？你前阵子不是还说要回去好好攒钱吗？怎么又跑来了？以本大爷的身手，想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。哎呀，这趟出来当然是吃香的喝辣的。顺便再看看玉香在里约过得怎么样。我听说前阵子有人在里约举办斗虫试合，所以特意赶来看看。只可惜，似乎错过了时间。什么？居然错过了那场大会？哎呀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幸好这趟出行遇见了一斗兄弟，可以听你讲讲那时的盛况。好说好说，我们边吃边聊。这店里的厨师呢？快厨师出来，我要给挚友们整顿硬菜。啊？喂，放牛的是在学书里的情节啦，那种大手一挥就有人跑出来的桥段，这里还是给他点面子吧。啊？哦，挚友真会开玩笑，那就快请那位主厨出来吧。那客官是要点什么？要宴请贵客的话，我们这儿有金玉满堂、繁咸几管。老大，注意预算。那个有没有更实在一点的？实在？倒是有一道知足常乐，卤香四溢，回味无穷，是大快朵颐、物美价廉的首选。知足常乐，好名字，一听就知道是道硬菜，就选它了。啊，在座的都是朋友，就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了啊！哈哈哈哈。一斗兄好眼光，我也向来不喜欢过于精致的菜。这就是知己吧？知己？哦，对，就是知己。真的假的？算了，你们俩开心就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赤红一出，顶天踏地，直冲华语夜月机关而去。不愧是真剑斗虫大鬼王，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战斗。那边的空气太令人窒息了，所以我找借口溜了出来。总之，刚才多谢你配合，具体情况回头再说吧。你的朋友还真有个性，不过这道知足常乐也不算难做，这回应该没啥问题。说起来，为什么要叫知足常乐呢？大快朵颐，大口吃肉，听起来完全不知足嘛。我也没说大口吃肉吧，这菜呀，只是看起来像肉而已，其实是用豆腐做出肉的色香味来，所以才叫知足常乐嘛。我记得放牛的好像吃不了豆制品吧？怎么办？是不是该找他们换一样？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？
我刚刚好像听见豆腐什么的。等等，厨房种地，闲人。哎，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，能请你们老大换道菜吗？哎呀，知邻人兄者，本大爷也。这道知足常乐，就是我们有钱的证明。喂，还没好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我这赤红一纯冒险谈都要讲完了。唉，如你们所见，恐怕有难度。完蛋，这家伙上头了，在面子和肚子之间，他多半会选面子。我先让老大多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，到时候再见机行事吧。没想到世上还有吃不了豆腐的人。下酒菜我来解决，你去做知足常乐吧。我也会帮忙的，放心，璃月的高级烹饪师证书我还是考过的。这就是知足常乐，果然量大管饱，很不错。来来来，挚友你也坐，在座的都是朋友，谁都不要跟谁客气啊！我先来一块。老大，所谓入乡随俗，根据璃月的餐桌礼仪，这里应该让客人先尝。啊？二人，你不是最讨厌这些条条框框？哦，连挚友也。哦，一定是太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的话，本大爷就最后一个吃吧。原来如此。可算轮到本大爷了，现在就来一块最大的。等一下。啊？又有什么事啊？我尽力吧。刚刚我忘了给你们介绍这道菜的来历。菜的来历？这有什么好听的？吃不就完了？不听介绍就吃菜，就像不带导游去旅游。听完介绍再吃菜，口味一定更精彩。确实，就像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品法，不听介绍就品尝，岂不是浪费了厨师的一片心意？挚友的心意，那确实不能辜负。那就来吧，你说，我在听。对，我们先说它的原料，不，先讲讲望舒客栈，讲讲迪化州的历史。旅行者，趁现在。迪化州居然还发生过这么感人的故事，能有现在的生活，是该知足常乐。糟糕，不能提到豆腐，不知不觉就跑偏了。还好只剩一点了。
阿忍挚友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啊，这就是最后几块了。现在我可说什么都不会再让了。等等，老大，那其实是……且慢，一斗兄。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请你割爱。我这趟出门仓促，未能带上家眷，他们常闻你的大名，对荒龙派神往已久，可惜这次无缘同席。不过，你若是能将剩下的知足常乐打包送给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。这个不太好吧？老大，璃月还讲究成人之美，而且你等上菜的时候，不都吃了好几份烤鱼吗？连我跟凌人先生的份也吃了。什么？那个原来是你们的份吗？哦，故事讲得太投入，完全没有注意到。那就有劳凌人兄代我向他们问好了。店长，麻烦打包一下。天崩石裂，不如一刀。没想到璃月也有这么多斗虫强者。那我这迟到的也未免太久了，只是在公事访问之余，除了散散心而已。各种访问都有各自的讲究，有人喜欢借节日之友，那当然也会有人避开人群。何况正是挑了这个时间，才有缘遇上如此趣事。至于打包好的豆腐，回头就交给托马解决吧。小猫去哪里了？吃完这顿饭就得回港口上工了。这个嘛，还是我来说吧。老大最近特意找了一份水手的差事，能够跟船来璃月。船只靠岸以后，有一段时间可以自由行动，就能去看望花角玉匠了。是顺便，只是顺便而已。这个环节呀，让我猜猜看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看起来算是安全度过了。好，整理一下精神，应付下一波客人吧。